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前往欧洲参加 G7 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拜登行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宣称此行意在团结民主国家，遏制新时代威胁，展现美国领导力。拜登在文章中3次点名中国到底有何盘算？在窃听门和关税门的叠加效应之下，欧美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考验？欧洲盟友会配合美国搞恶华小圈子吗？管姚、崔磊在线解析。G7 峰会前，美西方为抹黑中国再打新疆牌。一个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在伦敦开庭，并召开听证会，调查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证据。这个自诩客观公正的维吾尔特别法庭，为何在通过网络直播听证会时，却对原本开放的评论区进行了强制禁言？所谓的维吾尔特别法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背后的金主又是谁？拙劣的政治把戏多次被拆穿，仍要持续演下去，背后暗藏怎样的政治阴谋？贾春阳深入解读。针对美国3名议员周日搭乘美军C-17运输机窜访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已提出严正交涉。美议员窜访台湾期间，借捐赠疫苗的空头支票做足表演，台当局却极力配合，圆山大饭店更是点灯 USA 感谢所谓美国提供疫苗助台渡难关。岛内疫情持续恶化，民进党当局无视广大台胞生命健康安全，处心积虑挑衅两岸关系，制造事端，是否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视民众生命如草芥，不顾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一味进行政治操作的谋独本性与丑恶嘴脸？刘和平、罗有志点拨关键。那么更多的焦点分析稍为您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周三起，美国总统拜登将展开为期8天的欧洲访问行程。这趟旅程表面风光，拜登要当面向欧洲盟友宣告美国回来了，但实际上暗流涌动。有欧洲舆论就质疑拜登来得太晚了，而且在行前还制裁了4个欧洲国家，态度蛮横。尤其是作为压轴的与普京的会面，有舆论认为是在走钢丝。值得警惕的是，拜登行前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但3次提到中国。一场峰会的狂欢，美国政治新闻网这样形容拜登将于周3展开的欧洲之行。这也是拜登上台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8天中出席4场峰会，先后是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德国电视一台给拜登算了一笔时间账，拜登与各国领导人的峰会几乎包含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但会议时间都很短。例如，北约峰会只有2.5小时，而成员国有30个。这意味着每位领导人只有5分钟发言时间，很难想象这能讨论出什么结果。英国卫报指出，虽然英国首相约翰逊将7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举办夸张成这个星球的历史性时刻，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当下，这个赋予国家俱乐部的自私自利已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怀疑。7国集团就像约翰逊现在所做的那样，各成员夸夸其谈，却不能兑现承诺。欧洲方面对拜登颇有微词，虽然拜登反复向欧洲盟友宣告美国回来了，但是有欧洲舆论抱怨拜登来的实在是太晚了，而且他此前已经会见了日本及韩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告诉欧洲的地位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优先的决策下已经大大下降，所谓的跨太平洋友谊不过是外交辞令。早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到特朗普时代呢，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把亚太改成印太，实际上他也是加大了将自身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这样一种趋势。纽约时报周日发表评论称，拜登正在拥抱欧洲，但接下来会怎样？欧盟和北约有顾虑。有欧洲舆论称，特朗普政府让欧洲各国意识到，美欧75年的友谊会随着美国政府更迭而在一夜之间消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分支主任普格里林也在拜登来访之前提醒欧洲各国，这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利益之交。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访欧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再过3个月，德国将进行大选，明年9月，法国也将迎来大选。2个欧洲主要国家即将进行政府换届，目前欧洲的舆论场充斥着强硬的选举语言，被拜登团队认为是影响欧洲政治进程的最佳时机。但局势并非对拜登全都有利。
丹麦广播公司1周之前报道了美国情报部门曾利用丹麦情报机构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人的消息。欧洲多国政要纷纷要求美国做出解释。欧盟舆论评论称，美国既要控制欧盟，又对欧盟领导人持强烈戒心。情报控制与情报霸权是美国的世界战略之一，对盟国也不例外。欧洲强烈的舆论攻势惹怒了美国。作为回击，美国在窃听事件曝光3天之后就宣布对6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4个是欧洲盟友。但美国同时宣布关税措施暂缓半年执行，震慑意味明显。观察指出，美国赤裸裸的威胁戳破了拜登上台后美欧表面上热络的假象，也让外界看到欧洲仍然软弱，美国依旧强势，美欧间的不对等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变。实际上，拜登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就说得很清楚，美国必须以实力领导世界。观察指出，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的另一种说法。拜登的这篇文章不长，却3次提到中国，毫不讳言团结欧洲盟友的目的是要在疫情、贸易、气候、数字和科技等领域与中国竞争。总部位于欧洲的国际媒体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评论认为，拜登的大戏虽然在欧洲上演，但最终焦点将是中国，拉盟友应对中国将是拜登欧洲之行的首要任务。但是很明显，中国在拜登提到的议题上与欧洲几乎都有重大利益交集，美国挑拨是非将严重损害欧洲利益。法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库安特最近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指出，未来世界秩序将围绕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建立，但法国和欧洲对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感兴趣，这是目前欧洲政界的主流看法。还有观察指出，欧洲实际上不希望拜登政府过于强调同中国展开竞争，因为这将打破全球格局的多极化态势。欧洲作为世界一极的影响力将大大削弱，稍有不慎，欧洲将会成为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的欧洲盟友，他亚太盟友，当然希望美国强大起来。当然，这个美国强大也是一个双刃剑啊，也可能利用他的这个强大的实力搞单边主义，就像当年小布什时代。强行的这个发动战争啊，对这个欧洲盟友这个意见不管不顾，这也是完全有可能走向这个强权政治，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外界注意到，拜登在美国国务院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把美国以实力领导世界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但今年3月18日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当面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强调，美国没有资格说自己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拜登在《华盛顿邮报》所发文章的涉华内容，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几个国家说了算。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平等协商，不搞唯我独尊。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集团政治小圈子，或者搞有选择的伪多边主义，都是逆时代潮流之举，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我们注意到，今天汪文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在多个议题上多次阐述了中方对于多边主义的看法，涉及到多个维度和诸多层面。那汪文斌指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应该回归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珍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实际上，拜登政府在要求盟友搞意识形态小圈子的时候，美国自己却忙着在开小灶。拜登在与七国集团、北约和欧洲国家结束峰会后，就会马不停蹄到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面。分析认为，这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利益，因为对于欧洲来说，最大的地缘政治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况且就在2个月前，欧洲部分国家还跟随美国驱逐了数量不少的俄罗斯外交官，现在他们猛然发现自己受骗。白宫此前声称，拜登和普京将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我们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拜登则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冲突，但他同时称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对俄罗斯未来的有害活动做出反应。但拜登的党内同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就质疑，
拜登用放弃俄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换来与普京的会面，是对俄罗斯的奖赏。实际上，比起特朗普，拜登对俄罗斯的态度要强硬得多。3月在接受专访时，拜登还称普京是杀手。俄罗斯则直接召回了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进行抗议，迄今为止仍未返回华盛顿。4月，美方首次提议美俄领导人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峰会，但俄方在相当长时间内未作回应，美方于是升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被俄罗斯舆论愤怒地称为巨棒。对于普京与拜登即将举行的峰会，俄罗斯舆论普遍并不看好，尤其是拜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再次攻击中俄关系。俄罗斯报纸报质疑说，欧美协调行动是正常的，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却被说成不正常。普京本人也不看好与美国的关系。他周五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以自信且坚定的步伐走在苏联的老路上。普京指出，美国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但却制造大量问题，就像苏联时期发生的一样。美国认为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非常强大，因此觉得这些问题不严重，都可以解决。但问题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华盛顿也无法应对。华盛顿邮报认为，在美俄峰会即将举行之际，普京的表态可能会增加两国对峰会的悲观情绪。美联社认为，普京为即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峰会设定了强硬的基调。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与普京的会面将是拜登的一个重大政治考验。华盛顿及美国的欧洲盟友都对此怨声载道。美俄的这种双方在这个政治理念上，存在很大的这个分歧。通过一次短短的这个领导人会谈，恐怕很难化解这些分歧。但是呢，美国又需要俄罗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当然也是出于这个大战略的考虑啊，因为它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不可能同时和把俄罗斯推向中国一边，让中俄两国结成一个事实上的同盟，那实际上对美国在战略上也是不利的。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拜登周三将开启访欧行程，他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刊文，为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外访行程吹风预热，但文章也多次拿中国说事。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在我看来呢，拜登他的文章并没有多少新意、新提法、新概念都有限。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拜登他首次访问不是去欧洲吗？他为什么不在欧洲国家的媒体上刊文，反倒是选择国内的《华盛顿邮报》呢？说白了，那么拜登更加在意的恐怕呢，还是向美国国内喊话，还是期待这首次外访的所谓内政效应。那么拜登文章说，当此全球不确定性时刻，世界又逢100年一遇的新冠大流行，那么他作为总统首次外访，就是要兑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持续承诺，来展现所谓民主国家应对新时代挑战、阻遏威胁的能力。拜登称，这是他欧洲行每站都将会反复重申的主题。那么，何为时代挑战？哪些是美方眼中的所谓外部威胁呢？拜登表示，终结新冠大流行、提升健康安全、推动强劲包容性的经济复苏是优先的重点。那么，这就是拜登所谓美西方同盟国需要应对的共同挑战，是合作方向。那么，美西方同盟体系靠什么来聚合包容呢？拜登在文章强调的是 shared value and vision of future， 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和未来愿景。所以呢，拜登这一次访问势必会大打价值观牌。而在谈到外部威胁时，拜登就开始拿中国说事儿了。那么这篇文章3度提到 China， 3次把中国作为美西方国家的共同标靶来攻击。那么拜登的3次攻击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拜登的这套说辞真能忽悠盟国吗？拜登文章首次提中国，是将中俄并列，强调美国必须要基于强势地位来领导世界，来对抗中国与俄罗斯的所谓有害行径。那么，但是拜登所说的这个世界啊，其实是一个小圈子，只限于美西方国家。那么，基于强势地位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熟吧？那么，在安克雷奇的中美高级别对话会上，杨洁篪曾经当面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指出，你们没有资格说基于实力同中方对话，中国不吃这一套。那么，拜登文中第2次提中国，是在谈到所谓升级实体、数码以及
健康基础设施时，那么强调美西方国家联盟将会提供所谓高标准的中国替代方案。那么这是变个法子，在为拜登本人一再鼓吹的所谓国内庞大基建更新计划来喊话拉票。拜登第3次提到中国，是声称要聚焦于确保所谓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方面来主导书写21世纪的贸易与技术规则。我们看出来，拜登他大谈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聚焦于经济和高科技领域。那么他上周刚刚签署了扩大中企投资黑名单的总统行政令，那么涉军之外又加上了所谓监控的名目。他的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此前呢也公开预告说，美中国家竞争的主战场将是在经济以及高技术领域。那么拜登的这一番对华功绩能够忽悠到西方盟国吗？这正是今天英国金融时报所着力探讨的一个焦点话题。欧盟会追随拜登的恶华计划吗？在我看来，拜登所谓的恶华计划漏洞不少。就以他口中的同盟体系3大时代挑战而言，那么无论是新冠战役、健康安全，或者是推动经济复苏，哪个不需要中方的务实合作呢？美国号称不能让中国来书写主导贸易与技术的规则，那么扬言要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未来愿景作为联盟的支撑。但是共同价值观真的能够弥合国家利益的严重分歧吗？为什么法德领导人这2年都在大谈欧洲的战略自主？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对法德等等欧洲大国，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大搞监听呢？美国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吗？就在今天，英国路透社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美国因为处置新冠疫情不力，美国的大国形象在欧洲普遍呈下滑之势。那么与之对照的是，中国因为疫情应对有力，国家形象呢相对上升。路透社电稿就说，即使拜登上台，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一种状况。美国国家形象的所谓 Biden bounce， 也就是拜登式的反弹，并没有在欧洲，特别是法德2国出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媒电视采访时，再度拿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说事，扬言要问责中方。那您对此又如何看？其实布林肯他在 HBO 的最新表态，完全可以和前边提到的美国在欧洲的国家形象调查，那么我们联系来看，路透社今天引述的调查结果呢，是德国马歇尔基金和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完成的，当然是对欧洲民意的一个最直观的投射。那么这实际上呢，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为什么新冠病毒溯源在美国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政客将它作为政治议题来操弄。特朗普上周6复出，他不也是在大打所谓的病毒溯源牌吗？他集中火力攻击福奇博士，甚至抛出所谓10万亿美元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奇葩言论。欧洲人对今年3月26号公布的美方研究报告结论呢，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美国新冠疫情夺命40万，最大的败因在于没有能够制定全面有效的国家疫情应对战略。那么谁应该为此负责呢？难道不是特朗普本人吗？难道美国选民不是已经用选票做出了选择吗？所以特朗普的最新奇葩言论并没有在美国舆论场上闹出多大的动静，反倒是很多人都在议论他上台演说时是不是穿反了裤子。布林肯再度就病毒溯源来说事儿，甚至扬言问责中方。我想呢，这也是在继续极尽能事在搞疫情的抹黑，当然也是要扭转视线来转移焦点。今天《华盛顿邮报》刊文说，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盟友全力搞臭福奇博士，把他树为美国公敌，就是要呢重写美国的所谓战役叙事。那么结合欧洲的调查结果，布林肯这一番对华抹黑指控的真实的动机同样是昭然若揭。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西方为抹黑中国再打新疆牌。近日，一些西方媒体接连炒作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并在英国召开听证会调查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证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只不过是少数人炮制的又一场反华闹剧。上周五，一个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在英国伦敦开庭，举行为期4天的听证会，号称在收集和分析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听取众多证人的证词后，煞有介事地要就新疆所谓种族灭绝问题进行审判。维吾尔特别法庭顾问对外反复强调，该法庭谨遵法律程序，拥有9名独立的陪审团成员，将绝对奉行公平和公正原则。
然而，深圳卫视注意到，自诩客观公正的维吾尔特别法庭通过网络直播听证会时，对原本开放的评论区进行了强制禁言。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是一个预设立场、专门供美西方反华势力攻击抹黑新疆、干涉中国内政的伪法庭。因为它其实是以私人担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的。换句话说，维吾尔特别法庭完全是一个民间自发群体，和法律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盗用了法庭的名号而已。况且，即便从民间组织的角度来讲，维吾尔特别法庭也是一个非法机构，并不具备英国2011慈善法所规定的合法组织所应有的章程和托管理事会等条件，且没有获得该法要求慈善组织所应得到的政府资金支持。从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网站可以查到，其背后最大金主是疆独组织世维会。此前，由于一直与东突恐怖组织东伊运等勾连，谋划暴恐分裂活动，世维会早已臭名昭著。为进一步对新疆进行分裂，去年6月，世维会拿出10万英镑，开始谋划成立一个独立的人民法庭来调查新疆是否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现象。此后，该法庭装模作样地开展了一轮众筹，但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仅募集到7000多英镑，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源于世维会。分析指出，所谓众筹不过是为掩人耳目和虚张声势。世维会呢，是它的全称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它是来源于境外几个东突组织，其中包括我们中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可以说，世维会是一种打着这种民主、打着人权旗号的这种分裂组织。当然，这个世维会就是当前在境外最活跃，也是最受西方反华势力青睐的。在最近，我们知道西方掀起的这种涉疆的这种恶意炒作过程中，可以说世维会完全是充当了西方这种恶意炒作的这种抓手，或者是马前卒。而据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灰色地带介绍，操纵世维会的实际上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向世维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包括2016年以来直接提供的128.4万美元，以及为其附属组织提供的上百万美元额外资金。今年初，澳大利亚公民党下属刊物《澳人警示服务》整合发布了一份长达40页的报告，揭批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新疆作为恶华抓手，支持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其情报机构通过支持泛突厥主义来削弱中国，实现维护单极世界的目标。其中，披着非党派非政府机构外衣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拿着美国国会的拨款，在世界各地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2004年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向世维会这类海外组织投入876万美元，用于反对中国的新疆政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就是境外东突组织的最大的资助者，也是它的很多的，比如说舆论反宣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一些支持者。比如说世维会搞一些活动，比如说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搞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所谓的发布会，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呢都给他提供所谓的各种资助，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头目呢也出面为他站台，为他叫好。除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世维会这两个大小金主，协助维吾尔特别法庭启动的还有帮凶种族灭绝反应联盟。这个组织于2019年底在英国议会成立，联合创始人之一裴伦德是臭名昭著的反华政客。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裴伦德先是鼓动英国律师机构取消何君尧的律师资格，又串联罗冠聪在英国控告英籍港警。他参与创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更是明晃晃地在官网声明，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在种族灭绝反应联盟中，还有多名被中国官方制裁的反华政客和人士，比如和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一同杜撰所谓涉新疆报告抹黑中国的英国上议院工党成员海伦娜·肯尼迪，以及此次伪法庭的庭长杰弗里·尼斯。尼斯表面看是个国际人权律师，实际上是国际人权圈声名狼藉的滥诉专业户。近几年，尼斯与境外反华势力建立起了联系，开始了一系列抹黑中国的举动。修例风波期间，也不乏尼斯积极搅浑水的身影。他曾为乱港头目梁天琦写信求情，还是号称关注香港发展的人权组织的乱港外国势力香港监察的赞助人。有观察人士认为，对于尼斯来说，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人权，而是其背后金主在意的战略目标，以及他能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在为期4天的所谓听证会中，还有一群熟悉的演员作为证人出席，分别扮演受害者和专家。
其中一名叫沙伊拉古利沙乌提巴伊的证人声泪俱下，称自己是教培中心的受害者，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酷刑和医学实验，和被迫吃猪肉。实际上，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官员的介绍，沙乌提巴伊从未进过教培中心学习和工作过。他本人不仅作风败坏，还涉嫌犯罪。更夸张的是，维法庭甚至还找来一名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多利坤·艾莎来当证人。他对外谎称家人被关押，母亲死于再教育营，但他的真实身份正是世委会的头目。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艾莎撒谎成性。他于1994年5月出境后再没回国，母亲则是因病去世，根本不存在被教培中心迫害一说。此外，从维法庭公布的听证会材料中可以看到，靠污蔑中国成名的所谓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也在专家证人之列。在新疆问题上，他的无中生有、精心构陷、学术造假早已为人所不齿。据报道，该维法庭计划于今年12月提交报告，并宣称无论判决如何，将由国家、国际机构、商业公司、各类社会机构以及个人来决定如何应用法庭的判决。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既不合法更不可信，只不过是少数人炮制的又一场反华闹剧。这个维法庭其实跟法律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盗用法庭的名号来搞反华的政治和舆论操弄，纯粹是对法律的亵渎。这样一群人搞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一场拿法律当儿戏的表演而已，只会让世人更加认清涉疆谎言谣言的卑劣。美国3名跨党派参议员周日率团窜访台湾，宣布将捐赠75万剂疫苗。不过，这批疫苗需要通过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分配，不知何时能抵台，等于只是给了台湾一张空头支票。不过，即使这样，也让民进党当局感激涕零。周日晚，台北圆山大饭店再点灯 USA， 感谢美国提供疫苗驻台渡难关。而在2天前，日本援台100多万剂本国不用的阿斯利康疫苗后，圆山大饭店特别点灯日语的感谢字样。对此，有党内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自己人要捐的不要，别的国家不要的才毛毛雨就叩谢天恩，天生贱骨头。有不少分析认为，美日的援助象征性姿态明显，是对疫情之下地位越发尴尬却坚持抗中的民进党当局的安抚和奖励。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如果不是大陆提出可以援助台湾疫苗，美日也不会这么热心为台湾着想。因此，台湾老百姓还应该感谢大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事情突然峰回路转，而政府态度转为积极，真正的源头是来自于北京那方面表达恩惠以及表达是这个善意所构成的政治压力。台政大公布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不满意度都大于满意度，且两人的不满意度高达60%。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认为，美日相继对台捐疫苗的及时雨，其实也是为蔡英文政府引发民怨的疫苗策略与防疫治理解围，避免反蔡英文政府情绪演变成亲中反美。此外，一些台媒特别提到，美参议员此行是搭乘美军 C-17运输机抵台。有分析认为，这次美国军机打着援助的旗号，利用疫苗打擦边球，值得警惕。台湾联合报引述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的观点认为，美国议员出访时通常搭乘百座级 C-40系列行政专机，这次美参议员访团一共约15人 ，C-40完全可以容纳，但他们却由 C-17战略运输机运送，此举具有政治与军事意义。他今天故意用擦边球，我军机，但是我不是用所谓的侦察机，也不是战斗机，而且上面有坐的没有军职人员，是3个参议员，但是我下来的偏偏是军机，你不觉得好像这个大人在玩小游戏？其实能够撼动得了什么？只是告诉大家说黔驴技穷，如此而已。针对美参议员窜访台湾，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一强调，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同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目前岛内疫情持续恶化，民进党当局无视广大台胞生命健康安全，处心积虑挑衅两岸关系，制造事端，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视民众生命如草芥，不顾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一味进行政治操作的谋独本性与丑恶嘴脸。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也敦促美方把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落到实处，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美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并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军C-17运输机，美国联邦参议员以援助台湾疫苗为名降落台北松山机场一事，您作何解读？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的几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确是为了这次行动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动了不少歪脑子。一个方面，拜登政府肆无忌惮地突出了这次行动的军事特色，甚至是生怕别人不往美台军事合作这个方面去联想。它包括一是跟以往美国政客们访问台湾一律乘坐的是行政专机不同，这次美方出动的是大型军用运输机 C-17， 而且没有做任何外观上的处理，以降低军机的识别度。二是 C-17 到达台湾以后，不仅降落在军民两用的松山机场，而且刻意停靠在台湾空军专用的停机坪上。而蔡英文会见这几名访台人士，也是在台湾空军松山指挥部里面。三是这架 C-17还专门飞过了台湾的101大楼前面，突出强调了他们已经到此一游。然而与此同时的另外一个方面，拜登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障眼法，企图告诉外界，虽然这次抵达台湾的是一架军用运输机，但是它执行的并不是军事任务，而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助任务。它包括一个是，虽然这架运输机并没有运送美国给予台湾的75万剂疫苗，但是它打着的旗号却是专门向台湾宣布赠送疫苗这个决定。二是，至少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 C-17并没有运送军事物资与军事人员，而是3位美国联邦参议员，甚至其中有一位还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士。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强调此行的人道主义特色。总而言之，美国军机这次降落台湾的行动，可以用欲藏还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来形容。那在您看来，美军C-17运输机这次降落台湾松山机场，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与战术目的呢？我认为很显然，拜登政府想要通过这个行动来达到这么几个战略与战术上的目的。其一是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挑战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尤其是直接挑战公报中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公报中规定的有关中美建交之后美台就断交、美军从台湾撤出的相关规定。其二是跟不久前美方派出海洋科学考察船停靠台湾，以及不久前故意对外放风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抵达台湾帮助训练台军一样，拜登政府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测试中国大陆对于美台军事交往的容忍度，尤其是测试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第三，我们知道，早在若干年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就包含了有鼓励美国军舰停靠台湾高雄港这样的条款。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坚决反对，美国的几任总统都把它锁到了抽屉里面，并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因此我认为拜登政府用 C-17运输机降落台湾松山机场，不排除是在为未来美军军舰停靠台湾高雄港探路与测试风向。而在我看来，美国军方以人道救援名义进入台湾，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袭台给台湾造成严重灾难的时候，美国军方就曾经以救灾的名义派遣了2架军用运输机到台湾。2015年的时候，美国也有2架 F-18战斗机以机械故障的名义迫降在了台南机场。
对此中国大陆都保持了克制，并没有在军事上做出过激的反应，更没有因此而一怒之下武统台湾。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大陆是有战略定力的，我们和平统一台湾的大战略绝对不会因为某个突发性的事件或者某个刻意战术挑衅动作而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建议一些大陆的网民不要动不动就越俎代庖，抢在政府前面发表一些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判断依据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所谓强硬与爱国的言论一旦发出，结果又事与愿违，那不仅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形象与公信力，而且会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当然了，美方和蔡英文当局也不要因此而得意忘形。这种刻意挑衅与测试底线的意气用事行为，美方干得出来，中国大陆也可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蔡英文当局不是说了吗？只要大陆军机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那他们就将坚决来击落。既然美军可以进入台湾的所谓领空，要是中国大陆也测试下你们的底线，你们将如何回应？所以这种相互踩底线的行为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将会导致局势螺旋升级，甚至最终失控。我们也注意到，美国3名联邦参议员乘坐的美军C-17运输机是从韩国起飞，并抵达台湾松山机场的。那您认为这一细节背后又包含有什么样的政治信号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美军想要传递的信号是，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军有能力来进行紧急运输。同时C-17这种大型军用运输机降落台湾松山军民两用的机场，也代表着该机场具备紧急起降大型运输机的能力。我觉得仅仅是看到了这一点，恐怕是有些过于简单了。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美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这件事情已经是高度敏感了，而美国军机从另外一个国家的机场起飞降落在台湾机场，那就更加复杂敏感了，因为这等于是把另外一个国家也牵扯进了复杂敏感的台海局势。美国C-17军用运输机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直飞台湾，等于是在借用韩国的土地来干涉中国内政与侵犯中国的主权。这件事情是肯定要征得韩国政府方面同意的，而C-17最终完成了这次飞行，也就意味着韩国方面已经同意了美方这样做。我认为美方想要通过这个动作向中方发出的真正信号是，未来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美军将会从其驻日与驻韩军事基地起飞向中国发起攻击，而韩国与日本都将对此表示支持。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2个多月，目前形势稍有缓和。不过，印度医学专家发出警告，随着夏季的到来，佩戴口罩人数减少，人员流动性加大，印度很可能爆发第3波疫情，死亡人数或超过100万。而就在印度医疗体系最急需资金的时候，在总理莫迪的支持下，印度国防部却公开了最新的大规模扩军计划，其中包括一项高达58亿美元的超级军购项目。印度海军企图在30年间打造由18艘常规潜艇和6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的庞大水下力量，以实现所谓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有效威慑。印度国防部宣称，这是一个所谓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印度将花费约4300亿卢比，约合58亿美元，与外国合作，在本土建造6艘新一代常规潜艇。印国防部还表示，这个被称为75号工程的潜艇采购案将成为最大的印度制造项目之一，对于对抗中国快速扩张的拦水能力至关重要。据称，印度海军准备采购的这些新型潜艇将具备所谓世界顶尖水平，它们拥有先进的水下隐身能力、更强的抑制噪声和声信号传播的能力，配备先进的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可以显著提高水下续航能力和作战范围。同时还装备有鱼雷和垂直发射系统，可携带印度国产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为此，印度正与韩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的潜艇制造企业展开谈判，但报道承认，这可能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当前，印度正强力推行国防自主化，75号工程自然也不例外。按照计划，第一艘潜艇将在10年后服役，艇上设备的国产化率将达到45%，而第6艘必须实现60%的设备国产化。如果印度海军对首批6艘潜艇感到满意，未来还可能继续追加采购6艘。报道还提到，75号工程是印度雄心勃勃的30年潜艇部队更新计划中的核心项目，堪称所有水下作战平台交易之母。当前，印度只有15艘常规潜艇，其中10艘服役时间都超过25年。在拦截进入印度洋的中国潜艇时非常吃力。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印度海军此前已经推动了一个潜艇采购项目，耗费33亿美元采购6艘法国鱿鱼级常规潜艇。然而，该项目进展并不顺利，经过多年拖延后，首艇卡尔瓦里号直到2017年12月才服役。印方在获得相关技术转让后，开始自行建造。今年3月10日，第3艘卡兰杰号潜艇正式服役。但印度海军认为这并不够。根据印度30年潜艇部队更新计划，未来印度潜艇部队将由24艘潜艇组成，包括18艘常规潜艇和6艘配备远程核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以实现所谓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有效威慑。印度海军在水下兵力的实际力量其实很让人怀疑，那包括整个后勤保障可能存在不少短板。也因此，对于印度海军提出的这样水下兵力的计划，我认为听听就好，看看就好，主要还端视他自己的这个整个工业能力，还有引进的技术如何去做更深一层的整合，让自身的造舰能力能够获得根本的扭转。否则，这种七凑八凑8国联军式的装备组成，它本身的短板会越来越被凸显。在加强常规潜艇建设的同时，印度还在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印度时报上周6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印度已归还从俄罗斯租借的海豹号核潜艇。据称，外界拍摄到这艘核潜艇在俄罗斯海军的护卫下通过马六甲海峡，正驶向弗拉迪沃斯托克。该潜艇于2006年6月24日下水，是当时俄罗斯最先进的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2012年，印度租借该潜艇并改名为查克拉号。据称，印度艇员接受了相关培训，用它监控其他军舰在印度洋的行动。按照计划，这艘核潜艇本应于2022年春季租约到期，但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称，2017年该潜艇曾发生碰撞事故，艇首被撞开了一个大洞，声呐受损严重。由于维修困难，该潜艇后来一直未能出海正常行动。不过，印度已在2019年与俄罗斯签署一项价值30亿美元的协议，将再租用一艘阿库拉级核潜艇，为期10年。该艇被命名为查克拉3号，将于2025年左右交付印度海军。在印度国产核潜艇方面，负责管理该国战略和武器储备的印度战略部司令部目前拥有一艘6000吨级的核动力潜艇歼敌者号。该核潜艇能搭载 K-15和 K-4潜射弹道导弹。K-15导弹的射程约750公里 ，K-4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3500公里。按照计划，印度将建造6艘同类核潜艇。另一方面，在陆地方面，印度也以中国假想敌为借口，开启轻型坦克的买模式。据悉，目前印度陆军拥有3种不同的坦克，包括3500辆俄罗斯授权生产的 T-72和 T-90S 系列主战坦克，以及124辆国产阿琼主战坦克。同时，印度陆军又在4月23日向海外和国内供应商发出招标信息，计划采购350辆适合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轻型坦克。如果该项目推进顺利，印度陆军将拥有第4种坦克。6月1日，印度再次向海外厂商发出招标信息，启动了第5种坦克项目，计划采购1770辆中型未来战车，它们将作为未来40至50年间印度陆军的主战装备。与此同时，印度又同时启动了 T-72、T-90和阿琼的现代化改造项目，也就是说，未来印度陆军将同时拥有5种型号的主战坦克。不过，有分析指，同时装备多种完全不同的坦克，将给印度陆军带来严重问题。
分散采购将带来高昂的成本，同时主战坦克服役时间动辄就长达数十年，维护和升级不同型号的坦克将让印度陆军后勤部门陷入噩梦。难怪美国连线杂志也惊呼，印度陆军的这种奇葩粗放采购模式，全球也就仅此一家了。看目前，其实国际间印度能买到现货市场合乎它需求的坦克，其实可选择性很低。而印度要自制，其实用目前来看，它的军工能力是不切实际的。我认为这个计划本身要落实，可能有比较大的困难度。即使买到了，那是否能与解放军的15式轻型坦克这个对垒，或者有同等级的高原作战能力？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存在很多疑虑。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距离中印拉达克对峙事件已经过去1周年。尽管一些新德里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还想在前线挑动局势，但印度国内却出现了更多的悲观情绪。最近就有印度专家分析了过往1年里印度和中国的真实差距。上周四，一枚电线报转载了一篇印度专家撰写的分析文章。在文章中，印度专家承认，中印之间的差距是很多印度军方从未意识到的。在此前的拉达克冲突中，印度不论是战术还是战略，都是一场彻底的闹剧和失败。文章提到，印军一直认为战争就是大量士兵带着武器装备在指定的战场上作战，然而解放军却早已摆脱了传统的战争定义，在信息化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大展拳脚。导弹、飞机、坦克这些东西印度可以买到，但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方式印度是买不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卖给印度。更为讽刺的是，印度军方还一直在担心解放军的边防部队实力和火力支援能力，却对具有等级差距的信息战毫无意识。